末世来临前，每个人的手碰到的最后一样东西将会变成自己的异能物品，而我最后碰到的是我那台陪伴了我3年的老旧笔记本电脑。肚子饿了，我可以用代码生成一份热气腾腾的牛肉盖饭；饥寒降临，我可以写个程序创造一个持续散热的个人立场；丧尸围城，我能编译出一队拥有 AI 自主防御机制的自动炮塔。前世，我明白这一切时已经太晚。我的电脑在末世初期被我当成了累赘。我一直以为异能物品必须是刀枪棍棒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武器，导致我浪费了最宝贵的适应期。直到快要饿死时，在强大的求生欲的驱使下，我颤抖着在电脑上敲下一行最基础的 Hello World 生成程序，作为对世界最后的告别。但令我没想到的是，我却因此得到了一块硬得像石头但确实能吃的能量块。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老旧电脑才是真正的神器。但那时我已经被我的姑姑一家所控制。我的姑姑程梅花获得了能不断喷火的煤气罐，姑父王世杰得到了一条能无限延伸与束缚的文玩手串，而我的弟弟王壮获得了一把无限子弹的模型手枪。他们3人联手将我控制住，让我像头拉磨的驴一样，日夜不停地为他们编写生成物资的程序，直到最后，在一个丧尸潮来临的夜晚，他们拿走了我刚刚编译出的能量护盾，然后把我连同我那台再也开不了机的电脑一起推向了潮水般的狮群。而现在我重生了，我猛地从办公椅上弹起，冷汗浸透了后背。眼前是熟悉的出租屋，屏幕上还闪烁着昨晚没关闭的编程界面，一行代码光标在无声跳动。电脑右下角的时间清晰无比，距离末世来临还有1小时05分。在极致的恐惧过后，是冰水浇头般的冷静。这一次，我不只是要活下去，我要让他们从起点就输。扫了一眼自己的装备，一台用了3年的游戏本，性能尚可，但绝对谈不上顶级。一个廉价的机械键盘，一块普通移动硬盘，光是这样远远不够。末世中我摸索出的规律告诉我，初始绑定物品的基础性能和承载信息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异能觉醒后的潜力和初期强度。我需要更强的硬件以及满载的数据库。抓起手机，我直接冲出门，直奔市中心最大的高端数码商城。10分钟后，我走进数码城大门，直奔最大的品牌旗舰店。下午10分，店里没什么人，几个店员正在闲聊。见我走近，一个年轻店员立马笑着迎了上来。还不等他开口，我直接抬手打断他。手机屏幕已经调出付款码，语速快得像在念加密电报。我要你们店里顶配的电脑，以及配套的扩展坞2个，2万毫安大功率充电宝5个，8TB 固态移动硬盘，有多少我要多少。抗冲击防水安全箱来一个最大的，不用拆封测试，不用讲解功能，不用赠品，现在，立刻，马上。店员小哥当场愣在原地，有些结巴地说道：先生，您确定吗？这套配置少说要10几万。还不等他说完，我直接把手机的付款码对到他面前。3分钟内把所有货拿到我面前，我额外付你2000块个人辛苦费。听到这话，店员脸上的迷茫瞬间被狂喜所取代。您稍等，小李、王姐，快来帮忙，大单紧急！他扯着嗓子吼起来，整个人猛地冲进仓库，而我则是趁机走到配件区，将所有可能派得上用场的东西全部拿给店员打包。就连店长都被惊动了，连忙跑过来确认我不是来抢劫的。待他看清我手机中的余额后，他毫不迟疑地亲自跑去调货。3分钟刚刚过，我面前堆起了一座小山，我需要的所用东西都已准备就绪。店长甚至送了我一部全新的卫星电话，一共是178650元。先生，卫星电话需要实名。扫码支付，电话帮我激活，用我的身份证，快！我调出早就准备好的身份证照片。末世开始后，所有常规通信网络会迅速瘫痪，卫星电话是极其宝贵的联络工具。支付成功的提示音如同天籁，店长和店员们看我的眼神就像看着财神爷。帮我把东西都装进这个安全箱，所有配件全部塞进去。就在我将东西塞进安全箱时，一只肥厚油腻的手猛地拍在了箱子上。程旭，你个小畜生，又在乱花钱买这些没用的破烂！程梅花刺耳的声音响起，身边跟着王世杰和王壮，这3张脸我死都不会忘记。王世杰扫了一眼我脚边堆积的高档包装盒，皱起眉头道：小旭啊，不是姑父说你看看你，有点钱就烧得慌，买这些中看不中用的垃圾，日子还过不过了。我目光平静地扫过3人，前世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他们把我当奴隶使唤，最后把我推向狮群的那一幕，清晰的像发生在昨天。我眼神冰冷，死死抓着箱子。程梅花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爆发出更加尖利的嘲笑，吸引了不少顾客的注意。
哎呦喂，大家快来看看啊！我这好侄子吃了我们家这么多饭，花了我们家这么多钱，现在翅膀硬了，现在敢跟我叫板了。他一边说，一边用另一只手用力拍打箱子。你买东西的钱从哪儿来的啊？还不是我们程家的，是我弟弟弟妹留下的，说穿了就是我们的。正好壮壮缺个电脑，这箱子里的还有这些，都该是壮壮的。王壮闻言眼睛一亮，直接扑上来，双手抓住箱子的另一侧，就要硬抢，嘴里嚷着：“我的，都是我的！”我猛地将箱子重重砸在地上，巨大的声响让店内瞬间安静。我直接转头看向店长，高喊道：“店长，马上报警！这里有人抢劫！”店长刚收到17万8的大单，又白白赚了我激活卫星电话的手续费。一听这话，立刻跑过来，严肃道：“这位女士，请你立刻松手，否则我们报警了。”我指着3人道：“这些人要抢我的东西，我要报警！”程梅花一听这话，顿时气得满脸通红，一只手抓着我的衣领，大喊道：“报警！你报啊！我是他亲姑姑，我管教自家孩子，拿回自家的东西，天经地义。警察来了也得讲理。程旭，你个白眼狼，狼心狗肺的东西，没有我们，你早饿死街头了。”王世杰见状，立刻换上痛心疾首的表情，高喊道：“小旭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为了点东西，连血脉亲情都不要了？你眼里还有没有长辈？大家评评理，哪有这样对韩心如哭养大自己的姑姑的？亲人、长辈！”我冷笑一声，指着程梅花骂道：“我父母车祸去世第2天，你就撬了我家的门，霸占了所有赔偿金和房子，把我赶到连窗户都没有的储物间，你也配叫亲人？”而后我看向王世杰，咬牙切齿地说道：“而你等我工作后，你每月准时逼我上交绝大部分工资，美其名曰保管报恩，但凡少1分就到公司撒泼打滚，害我丢了工作。”最后我看向一脸无所谓的王壮，而你所谓的表弟，穿我爸妈给我买的新衣，用我爸妈给我准备的电脑，还动不动就对我拳打脚踢，这就是亲人，这就是长辈。周围的店员早已听得义愤填膺，特别是那几个拿了辛苦费的年轻店员，立刻站出声支援。太不要脸了，欺负孤儿，霸占家产，还有脸来抢东西！店长，快报警！店长不再犹豫，直接掏出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程梅花3人被包围，脸色一阵红一阵白。程梅花跳脚大骂道：“胡说八道，污蔑都是污蔑！程旭，你不得好死！这些东西你休想拿走！壮壮，抢过来！”王壮闻言又想动手，但被2个高大的保安上前拦住。王世杰眼看形势彻底不利，连忙拉住快要气疯的程梅花，眼神阴毒地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说道：“好，很好，程旭，你有种！今天这事没完，房子、钱，还有你今天花的每一分，我都会让你连本带利吐出来，你会跪着回来求我们的，咱们走着瞧。”程梅花被王世杰和王壮强行拖着往外走，依旧不甘心地回头嘶喊：“小杂种，你等着，我要让你在哪儿都待不下去！那房子你做梦都别想拿回去，那是我程家的！”我站在原地，气得胸膛不断起伏。示意店长继续帮忙打包，带东西全部塞进安全箱后，我拎起箱子，头也不回地离开商场。原本时间就已经很紧了，又被程梅花他们耽搁了那么久，现在距离末世降临就只剩不到40分钟了。我没回出租屋，因为那里离姑姑家太近，前世他们就是从那里把我抓走的。我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市中心的一家快捷酒店，开了一间顶楼角落的房间，位置偏僻，视野开阔，非常利于观察。进屋后，我立刻锁门，拉上窗帘，把安全箱放在桌上，开始做最后的准备。先是顶配电脑，我反复触摸主机、显示器、键盘、鼠标，每一下都确保皮肤充分接触。然后是2个扩展物，5个2万毫安充电宝，所有 8TB 固态硬盘，最后是卫星电话和安全箱本身。前世我摸索出的规律很清楚，末世降临的那一刻，手上最后触摸的东西会直接觉醒为异能物品，但触摸顺序、触摸时长、物品性能与信息承载量这些都会影响觉醒强度和潜力。我必须确保顶级硬件占据绝对主导。做完这一切，我打开电脑，开始飞速敲代码。首先将最基础的实物生成程序全部写进去，其次是个人住所的能量护盾，要加入多层隔热以及抗冲击模块，最后是简易的 AI 自动炮塔，增添预设的防御逻辑。代码写完，我全部备份到所有硬盘里，确保万无一失。最后，我坐在床上，盯着手机的倒计时计时，10、9、8、7、6、5、4、3、2、1。当倒计时归零的那一刻，整个世界瞬间变了样。窗外先是一片死寂，
接着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天空如同被墨汁泼过，迅速暗下来，半空中血红色的云层翻滚，传来汽车撞击后的警报声。一时间，玻璃碎裂声，人们的哭喊混杂成一团。末世降临，我低头看向自己的双手，掌心贴着的是那台顶配主机。一股奇异的能量从接触点涌入全身，像电流，又像暖流。就在这时，电脑屏幕自动亮起，代码光标疯狂跳动，然后一行行绿色的矩阵代码从屏幕中溢出，环绕在我手臂上，最终没入皮肤。觉醒成功，运行食物生成程序。下一秒，一股暖意从指尖传来，空气中凝聚出一份热气腾腾的牛肉盖饭。米饭颗粒分明，牛肉鲜嫩多汁，香气扑鼻，甚至比饭店里现做的都要好。我端起饭，大口吃了起来，味道一如既往，但我的心情却完全不同。前世，我吃第一口异能食物时，已经饿得快要死了，被反锁在姑姑家的地下室。而现在，我坐在干净的酒店房间里，吃着自己亲手编译出的热饭。窗外是崩塌的世界。我吃完饭，走到窗边，拉开窗帘，楼下街道已经乱成一锅粥，有人四肢扭曲，变成第一波丧尸，扑向最近的活人，尖叫、撕咬、鲜血喷溅，一切都和前世一模一样。但这一次，我不再是那个废物。我冷冷地看着远方姑姑家小区的方向，低声喃喃道：程梅花、王世杰、王壮，现在轮到我了。我吃完那份牛肉盖饭，把一次性餐盒随手具现化成灰烬。窗外的尖叫声此起彼伏，血腥味已经开始随风飘了上来。末世的第一夜，永远是最混乱的。前世，我就是在这一夜被程梅花一家从出租屋中拖走。他们觉醒的比我早，且战斗型异能让他们在混乱中迅速占据上风，而我抱着老旧电脑，连逃跑都做不到。这一次，我不会再犯任何错误。我打开主机，屏幕亮起的瞬间，系统的响应速度快得让我几乎感觉不到延迟。我飞速敲下一段代码，一个简易的环境扫描程序。很快，一个半径500米的实时热成像地图出现在了屏幕上。10秒后，屏幕上出现了一幅蓝绿交织的动态图像。我从窗户向下看去，只见酒店楼下有27头丧尸正在快速向着大楼跑来，其中9个已经扭曲成非人形态。街道对面的便利店门口，3个幸存者正被4只丧尸围堵在中间，很快就会全灭。我没有出手，救人不是我现在该做的事，复仇也不是。我需要先确认一件事，那就是程梅花一家是否还住在原来的小区。我又写下一段代码，这次调用了卫星电话的定位模块，结合我提前备份的本地地图数据库，生成了一个信号追踪脚本。前世我摸索过，末世初期，移动网络会断断续续撑个2-3天，而卫星电话则能坚持得更久。信号捕捉成功，距离我这里3公里外，一个熟悉的定位点在闪烁，那是王壮的手机。前世他一直用的都是同一个号，他们果然还在那里。我嘴角微微上扬，冷笑了一声。接下来，我具现化了一架小型4旋翼无人机，搭载了红外摄像头和简易的 AI 避障逻辑。续航虽然只有2小时，却足够让我在初期横着走。无人机从窗户飞出，悄无声息地掠过夜空，直奔那个小区。我坐在床上，屏幕分成2部分，一半是热成像地图，一半是无人机实时传回的画面。无人机抵达小区上空时，已经是末世降临后40分钟。镜头里，我看到了熟悉的一幕：小区中心广场，程梅花一家3口正带着7、8个邻居清场。拧开阀门，一道炽热的火柱喷射而出，直接把2只扑上来的丧尸烧成焦炭。王世杰站在他身后，手腕上的文玩手串像活蛇一样窜出，瞬间缠住一个试图逃跑的年轻男人，把他拖了回来。跑什么跑？程梅花的声音尖利的隔着屏幕都能听出刺耳。老娘给你们活路，你们就得听老娘的话。被拖回来的男人跪在地上，哭着求饶：程姐，我家里还有孩子。孩子！程梅花冷笑一声，火柱在罐口跳动。末世了，谁管你孩子？先把楼上那户的粮食交出来再说。王壮举着那把塑料模型枪，砰的一枪打在男人脚边，火星四溅，恶狠狠地说道：再废话，我崩了你！那7、8个邻居大气都不敢出，显然已经被震慑。我看着屏幕，指节微微发白。前世就是这帮人把我拖进地下室，用王世杰的手串绑住我，逼我日夜写代码。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现在还不是时候。他们初期异能强度一般，摸的都是普通物件，潜力有限，而我有顶配硬件加持，代码具现化的上限高的可怕。时间站在我这边，我让无人机盘旋了2圈，记录下他们控制的楼栋位置，然后返航回到酒店。我又生成了一面单向能量护盾覆盖窗户，一层隔音场覆盖整个房间。做完这些，
我躺下睡了4个小时，这是我给自己定的极限休息时间。凌晨4点，我醒了。我坐起身，先检查了能量护盾，它安静地运行着，淡蓝色的光膜贴在窗户和门上，几乎看不见。房间里温度适宜，隔音场让一切外界的噪音都变得遥远。我打开电脑，先运行了一个全面的自检程序，紧接着我敲下一段代码，具现画出一份早餐，有煎蛋、培根、吐司，还有一杯热咖啡，香气在房间里弥漫。我慢慢吃着，脑子里飞速规划接下来的3天。前3天是最黄金的适应期，这时丧尸数量还不多，幸存者还没彻底绝望，但同时这也是最混乱的阶段。抢劫、杀戮、背叛会像病毒一样迅速蔓延，我不会再犯前世的错误，我要低调的变强，把优势拉到最大。吃完早餐，我生成了一套轻量化外骨骼装备，穿上后，我的速度、力量、反应都提升了一个层级，却几乎没有重量负担。然后是武器，一把电磁轨道手枪，子弹由代码实时生成，动能可调；一把等离子切割刀，用于近战收割利器。最后，我具现化了4架改进型无人机，续航提升到8小时，搭载高清摄像头、热成像 ，AI 逻辑更加智能，能够自主巡逻、避障、识别敌我。我让2架无人机留在酒店周边巡逻警戒，另外2架继续监视姑姑家小区。做完这些，我推开门，末世后第一次走出房间。酒店楼下已经聚集了40多头丧尸，闻到活人气息，他们疯狂地拍打大门。我站在顶楼天台，俯视着他们。我运行起预设的炮塔程序，地面上4座自动炮塔凭空浮现。下一秒，枪口蓝光闪烁，密集的金属风暴倾泻而下。不到10秒，楼下干净了。我直接从天台跳下，外骨骼缓冲了全部冲击，落地无声。第一步，我要清理周边3条街道，建立起安全缓冲区。我快速在黑暗中穿行，无人机始终盘旋在我头顶侦察，炮塔随用随生成，丧尸成片倒下我脚下。3天时间，我清理了以酒店为中心2公里范围内的所有丧尸。期间，我测试了异能的各种极限。我生成一个小型核聚变反应堆模型，用于提供持续电力。我编写病毒代码，让丧尸的感染因子在一定范围内失效。实验虽然成功，但作用范围太小，暂时还派不上用场。除此之外，我还具现化了一个完整的模块化庇护所，用钢筋混凝土打造的墙体、自动门禁，甚至还有内部氧气循环系统。我将酒店顶层3间套房打通，改造成了自己的临时基地，让能量护盾常驻，炮塔守门，无人机巡逻。物资对于我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食物、水、药品、弹药，甚至娱乐用的游戏机和投影仪，我想要什么就能生成什么。硬件越顶级，代码具现化的精度和规模就越恐怖。前世那台老旧笔记本，在生成能量护盾后就直接报废了，而现在我甚至能创造出一整个安全区。无人机传回的画面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程梅花一家的嘴脸。末世第1天，在小区中心广场，程梅花拎着煤气罐，火柱不时喷出，照亮了周围一群瑟瑟发抖的人。被他们控制邻居已经达到了15个，这其中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此时他们全都蹲在地上，不敢抬头。王世杰的手串像一条蛇一样在空中游走，随时准备缠住任何想跑的人。王壮举着模型手枪，兴奋的脸都红了，不停地对着远处丧尸开枪，一边开枪还一边大喊道：妈，这枪真他妈爽，子弹用都用不完。王壮大笑着，又一枪打爆了一只丧尸的脑袋。程梅花冷哼一声：省着点用，这玩意儿虽说子弹无限，但总有打空的时候吧，先把这些人管好。他扫视一圈，声音尖利道：都听好了，现在外头全是吃人的怪物，想活命就得听我们家的。我们家有火，有枪，有绳子，能保护你们。但丑话说在前头，粮食、药品、水全都得交出来，给我们统一分配。谁敢藏私，哼，别怪我不讲情面。一旁一个中年男人忍不住小声问道：程姐，那我们干活能吃饱吗？程梅花立马眼睛一瞪，将煤气罐对准男人。下一秒，火柱窜起半米高，看着被吓得险些失禁的男人，程梅花冷笑道：吃饱想得美，先给我干活。明天开始，男人都出去搜物资，女人负责做饭打扫，敢偷懒的我给把他扔出去。一听这话，王世杰立刻配合，手串一甩，缠住中年男人的脖子，把他甩到小区外面。见到这一幕，人群顿时一阵战栗，没人再敢吭声。王壮一脸不屑地啐了一口：一群废物。他们不知道，屏幕外，我正冷冷地看着这一切。
第二天白天，我继续低调扩张区。无人机传回的情报显示，程梅花一家已经彻底控制了那个小区，人数膨胀到28人。他们开始外出搜刮，由王壮带着5、6个男人跟着，挨家挨户砸门抢。遇到抵抗就直接开火。我看到他们抢了一个年轻女生的包，并把她按在地上搜身。我指尖微微用力，却没有立刻出手，因为现在还不是时候。他们的战斗性异能虽然很强，但却无法稳定生成食物和水，只靠抢来的东西，他们撑不了多久。而我现在正吃着牛排，喝着冰镇可乐，看着屏幕里他们分发霉面包。第3天傍晚，他们终于按捺不住，开始大规模搜寻。王壮带了10个人，开了2辆车，直奔我的出租屋。但他们砸开门后，发现出租屋里空空如也。他们翻箱倒柜，但却一无所获。程梅花大骂道：“这小畜生跑哪儿去了？”王世杰阴着脸附和道：“再找，去他公司，去数码城，把他所有可能去的地方都走一遍。”我看着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嘴角微微上扬，心里想到是时候给他们一点威胁。末世第3天夜里，王壮带了8个人驾车外出搜刮，目标是距离他们小区1公里外的一个小型便利店。便利店里此时还有10几个幸存者，他们组织了检验，想守着最后一点物资过夜。而王壮他们到了之后，没有任何理由，直接开干。我通过无人机将这一幕看得一清二楚。王壮口腔狂笑，8个人像土匪一样冲进便利店里的幸存者根本不是对手，大部分都直接被枪杀。一个年轻妈妈抱着孩子哭。王壮见状，一脚把孩子踹倒，枪头顶住妈妈的头，恶狠狠地说：“交出来，不然先崩了你，再崩了你孩子。”看着这一幕，我前世的记忆和今生的愤怒重叠，手指在键盘上敲下一行代码。便利店屋顶上凭空浮现出6座重型自动炮塔。我没有直接杀王壮，我只锁定了那8个跟班。炮塔开火的瞬间，蓝色的电光撕裂夜空，8个人根本来不及反应，瞬间就被高爆弹药撕成碎片，血肉横飞，残肢断臂溅了一地。便利店里的幸存者和王壮都愣住，王壮吓得腿一软，差点跪倒。炮塔齐射结束后，空中浮现出一行巨大的绿色矩阵代码，缓缓旋转，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随后代码消散，炮塔也随之分解成光点。王壮惊恐地四处张望，颤抖着喊道：“谁他妈在搞鬼？”便利店里的幸存者趁机反扑，有人捡起地上的铁棍，有人抄起刀，把王壮按在地上暴打。王壮开了几枪，打死了2个，但最终被活活打断了一条腿，拖着残躯逃回车里，狼狈逃窜。无人机镜头里，他满脸是血，哭喊着：“妈，爸，有人要杀我，有人要杀我！”我关掉屏幕，房间里安静的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我没有快感，只有一种冰冷的满足。末世第4天清晨，我站在酒店天台，望着远处的城市轮廓，天空依旧是那层压抑的血红色云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腐臭味。街道上丧尸的数量已经翻倍，零星的枪声和惨叫从4面8方传来，城市在迅速沦陷。幸存者们开始本能的抱团取暖，有人在楼顶点燃篝火求救，有人用车堵住小区大门，有人干脆举白旗投靠更强的势力。现在是时候建立属于我自己的据点了，我需要盟友，能并肩作战的盟友。末世的第4天下午，我正在街道上低调清理一小群丧尸，突然无人机侦察到不远处一栋居民楼里有动静，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正用一把消防斧独立守着楼道口，身后是几个瑟瑟发抖的普通人。他动作干净利落，每一斧都精准砍断丧尸颈椎。我没有直接现身，而是用炮塔程序清空了楼外50多头丧尸，然后生成一份热腾腾的红烧肉和米饭，使用无人机空投在楼下空地上。男人警惕地从窗户探头，看见食物，又看见远处自动消失的炮塔残影，终于忍不住下来。男人名叫李刚，45岁，退伍特种兵，转业后在保安公司上班。末世来临那天，他正好在家，护住了整栋楼的10几个邻居，但他们的物资很快就见底了。我从阴影中走出来，平静地对他说道：“想吃饱，想活下去，就跟我走。”李刚盯着我看了半天，手里的斧头虽然没放下，但眼睛里却闪过一丝惊讶。小儿子，你这一囊不简单啊！我没有跟他废话，直接又生成一份同样的饭菜给他。他有些犹豫地吃了一口，沉默了许久后，终于点了点头道：“行，我跟你走，但我得带上楼里那几个人。”我同意了。就这样，我有了第一批盟友李刚，外加上他护着的6个幸存者。我把基地从酒店转移到附近一栋废弃的写字楼，楼体结构坚固，视野开阔，是个不错的用来当基地的地方。我用代码生成钢筋混凝土墙体加固墙壁，又布置了多层能量护盾和自动炮塔，并在楼内部生成氧气循环系统、独立水循环，甚至还有简易的浴室和卧铺。当晚，大家看着我随手具现出一桌菜肴时，眼里都是不可置信。李刚私下里问我：“你这能力上限在哪儿？”我笑了笑，回道：“暂时没发现上限。”末世第5天加入，我用无人机侦察到1公里外的一家小诊所，有人用床单在窗上拼了大大的 SOS。
我带着李刚过去清理丧尸，在诊所里发现了一个30出头的女医生，她名叫张晓，是诊所的骨干医生。末世来临前正在值夜班，末日来临后，她被困在诊所里面，靠仅剩的药品和一点饼干撑了5天。丧尸围困诊所时，她用手术刀和酒精瓶守住了诊所大门。当我们出现时，她已经虚弱的快站不住。我生成营养液和热汤给她补体力，她喝完第一口，眼泪就掉下来。谢谢，我以为我死定了。张晓加入后，基地立刻多了医疗保障，她不只会治伤，还能处理感染前期症状，这在末世里比黄金还宝贵。末世第6天，我遇到的林薇，她是个25岁的普通白领，在广告公司上班，长相清秀，性格温和。我遇到她时，她正被3头丧尸追得跌跌撞撞跑进一条死胡同。我用轨道手枪精准爆头清怪，她瘫坐在地，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递给她一瓶水和一块巧克力，她抬起头看着我，问道：“你是什么？”我轻笑着摇了摇头道：“我只是运气好的呀。”林薇虽然没有异能，但她会做饭，会整理，会安抚别人情绪。基地里有了她，气氛一下子好了不少。到末世第7天，我的基地已经有了12人，大家各司其职。李刚负责训练和巡逻，张晓管医疗和卫生，林薇管后勤和人心，我则继续升级防御。我用代码生成太阳能板阵列提供电力，编写 AI 监控系统覆盖整栋楼，甚至具现化了一个小型健身房和娱乐室。末世第8天，有5个幸存者主动找上门，他们从附近的人嘴里知道我们的。我严格筛选，只收了其中3个看起来可靠的。基地内的人数稳定在了15人，而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一种陌生的温暖。前世我孤独到死，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现在晚上吃饭时，林薇会给我盛汤，李刚会跟我讨论防御布局，张晓会提醒我别熬夜写代码。我表面冷静，心里却开始动摇。这些人让我看到了别的可能，但复仇的火从未熄灭。与此同时，程梅花一家的势力也在膨胀。通过无人机，我掌握了他们的全部动态。末世第5天的时候，他们就放弃了小区，强攻占领了一家大型超市。那里原本有20多个幸存者，但却被程梅花3人硬生生地打了下来。现在他们控制住了超市据点，人数膨胀到28人。超市仓库里有大量罐头、矿泉水、零食，本来能撑1个月，但他们管理粗暴。程梅花是绝对老大，王世杰负责拉人和伪善，王壮带着几个年轻马仔到处耀武扬威，物资分配极其不公。他们一家3口吃香喝辣，手下只能分到发霉面包和最少的罐头。男人每天外出搜刮，女人负责打扫和伺候。稍有不满就用火烧，用手串绑，用枪威胁，内部矛盾迅速显现。我听到有2个人私下抱怨，被王壮当场开枪打断腿，另一个试图逃跑，被王世杰的手串勒死在超市门口示众，而他们还在疯狂找我。给我找到程序，谁先找到，赏一箱好烟好酒。末世第7天夜里，我穿上隐形立场外衣，带着2架微型无人机，摸到超市后仓库，守卫只有2个人。我用麻醉针将他们放倒，然后我在仓库里释放一段能让所有粮食在12小时内加速变质、发霉的病毒代码。我没动水和药品，只毁了食物。离开时，我还顺手在墙上留下一行绿色字：贪婪的代价。第2天早上，超市炸锅了，仓库里上万包食品全坏了，散发着恶臭。程梅花暴怒跳脚，掌心窜出火焰，把一个守夜人烧成焦炭。有内鬼！王壮带着人四处搜查，却一无所获。物资危机瞬间爆发，他们只能加大搜刮力度，抢附近幸存者的东西。末世第8天、第9天，我连续救下了3批被他们迫害的人，有的是被抢光的家庭，有的是逃跑失败被追杀的。我把其中5个可靠的收到基地，剩下的放走，让他们继续散布出东边写字楼有个程序师，能生成无限热饭，还有自动炮塔守着，谁去谁就能吃饱的消息。我故意将风声放得半真半假，直到末世第10天的中午，他们终于咬钩了。空中盘旋的无人机不断报警，我打开屏幕，发现超市方向有20多人分成3队，正直奔我的写字楼而来，而领头的正是王壮，他一条腿还打着夹板，手里拄着拐，脸上表情嚣张依旧。他手里举着模型手枪，身后跟着11个马仔，有的拿刀，有的拿自制燃烧瓶，显然是来抢劫的。我站在天台，冷冷地看着他们，把他们直接灭了。不，让王壮再重伤一次。至于其他人，就先警告一下。在写字楼外围1公里的范围内，我布下了隐形 AI 感应地雷和自动炮塔阵列。王壮他们一靠近，警报瞬间响起，
4座轻型炮塔突然立起，电磁机枪扫射，3个马仔当场被打成筛子，其余则被吓得抱头鼠窜。王壮反应最快，当即滚进路边沟里，开枪反击。我运行起第2个代码，天上凭空浮现一门高精度轨道炮，锁定王壮。轰！炮弹精准落在王壮脚边3米处，冲击波把他掀飞出去，右臂和半边身子血肉模糊，骨头碎裂声清脆可闻。他惨叫着滚在地上，模型枪飞到一边，剩下的8个马仔彻底崩溃，扔下武器就跑。滚回去告诉程梅花和王世杰，欠的债我们一笔一笔算，下次再来就全留下。无人机镜头里，王壮被2个残兵拖着逃回超市，沿途血迹斑斑，像条死狗。当晚，程梅花的据点彻底乱了。程梅花看着儿子被抬进来，半边身子血肉模糊，歇斯底里的尖叫着：“谁？到底是谁干的？”肯定有叛徒，把所有人集中起来，一个一个的审。他们开始了内斗，抓了3个嫌疑人反复拷打，而我则坐在基地餐厅里，正吃着林威做的汤圆。一旁张晓正在给新来的伤员包扎，李刚则是在训练新人。末世第12天清晨，城市彻底陷入了地狱。我站在写字楼天台，天空那层血红云层翻滚得更剧烈，地面传来尸潮那低沉的连绵不绝的吼声，不是以前那零星的丧尸群，而是真正的大尸潮。数以万计的丧尸正从城市外围涌来，吞噬一切。街道被彻底淹没，汽车被推翻扭曲，玻璃碎裂声混杂着人的惨叫声。远处高楼上不断有人影从顶层跳下，被下方的丧尸群吞没。我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满是灰烬和血腥味。我脚下这座原本普通的5层写字楼，如今已经升级成一座小型堡垒，淡蓝色的能量护盾在外围常驻闪烁。楼顶上，自动炮塔24小时不停运转， AI 系统随时锁定任何接近的威胁。几架改进后的无人机在空中不断的巡逻，红外摄像头和热成像仪能将方圆3公里内的所用情况尽收眼底。基地内部，我们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3人，我们像一个真正的集体在运转。李刚组织了严格的轮班守卫，每4小时一换岗，新人必须经过他的考核才能上天台。张晓把地下室改造成简易医疗室，药品和绷带堆得满满当当。林威负责后勤，每天用我生成的食材做饭，同时安抚那些从废墟中捡回来的孩子和老人。而我则在顶楼的临时工作室里，日夜研究着一套更高级的防御系统。我敲出的代码不再是简单的炮塔护盾，而是更复杂的东西。一个小型电磁脉冲发生器，能在必要时瘫痪大片丧尸的神经系统，让他们在100米范围内集体抽搐倒地。前世的我就是太晚才明白这异能的潜力，才导致了如此惨烈的下场。今生的我绝不再犯同样的错。至于程梅花那边，通过无人机传回的画面，他们的所有动作我全都了如指掌。他们超市的据点已经被尸潮彻底包围，人数也已经锐减到了18人，物资更是彻底耗尽。现在他们全靠喝雨水，吃发霉变质的罐头撑着。很多人已经出现腹泻和虚弱症状。超市2楼的办公室内，程梅花正一脸心疼地给躺在沙发上的王壮喂汤，煤气罐放在脚边，阀门半开，借着罐口跳动的火苗取暖。他的脸在火光下显得扭曲而憔悴，头发乱成一团。王世杰站在窗边，脸色铁青地看着楼下黑压压的尸潮，身上满是血渍和灰尘。王壮躺在地上，右臂和腿缠着脏兮兮的绷带，伤口已经感染化脓。王壮抬头想要去喝汤，却牵扯到了伤势，瞬间疼得满头大汗，哽咽道：“爸妈，咱们得跑啊！再不跑，全得死这儿！”程梅花双眼通红，低声道：“跑，往哪跑？外头全是怪物，那些废物又不顶用，早知道就把他们全烧了，这样还能给你省下点粮食。”站在一旁的王世杰转过头，声音低沉道：“慌什么？咱们有异能，总有办法能突围。现在唯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食物。”他顿了顿，面色阴狠，冷冷地说道：“程旭那小兔崽子肯定还活着，王壮的伤肯定是他干的，而且根据那些逃难过来的人所说，东边有个能生成无限食物、制造自动炮塔的程序师，8成说的就是那小子。还有那小子以前不是程序员吗？末世前买了那么多顶级电脑，肯定觉醒了什么厉害玩意儿。只要能抓住他，咱们就再也不用再怕这尸潮了。”听到这话，程梅花眼睛猛地亮起，她猛地站起身，怒吼道：“对，肯定是那小畜生！壮的事，肯定是他搞的鬼！那小杂种翅膀硬了，竟敢伤壮！要是让我逮住，我一定要折磨死他！”一旁的王壮咬牙切齿道：“妈，他害我成废人，我要亲手崩了他！”
一枪打爆他的脑袋。程梅花满脸心疼地看向王壮，抚摸着他的额头，缓缓道：“不能帮，我们得抓活的，把他绑起来，让他给我们日夜写代码，生成吃的喝的。有他在，咱们就能吃香喝辣，想怎么活就怎么活。等尸潮过去了，再慢慢收拾他，让他知道赶上壮壮的下场。”王世杰点头，嘴角扯出一丝阴笑：“行，就这么办。今晚就行动，趁着尸潮最乱的时候，咱们带人突围，趁乱冲过去，把剩下的人都集中起来，谁敢不听，直接就地烧死枪毙。”他们三人畅想着计划顺利实施，脸上不由得浮现出一种扭曲的兴奋。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我正通过无人机将这一切听得一清二楚。我关掉屏幕，深吸一口气，嘴角微微上扬，冷笑道：“终于来了。”我没有丝毫恐惧，反而隐隐有一种冰冷的期待。前世的仇恨像一团压抑已久的火焰，在这一刻彻底点燃。夜幕降临，尸潮的吼声震耳欲聋，整个城市仿佛在颤抖。基地里，每一个人都进入了最高警戒状态。李刚站在天台上，手里拿着我最新生成的电磁步枪，能一枪爆头几百米外的变异丧尸。他向我低声问道：“对面来了多少人？”我看向主屏幕，缓缓道：“18人，全副武装，正从超市方向扑围过来，正直奔我们这里。”李刚眉头紧锁：“18人在尸潮里还能组织突围，不简单啊！”当令我感到意外的是，领头的那人竟然是王壮。他现在虽然已是残废，但仍然带着8个最忠心的马仔，一脸嚣张地冲在最前面。无人机夜视镜头里，他满脸狰狞，高喊道：“兄弟们，都他妈给老子冲！里面有无限吃的，无限热饭，只要能把那打下来，咱们以后吃大鱼大肉，想睡哪个女人睡哪个女人。谁先抓到人，我妈说了，赏他2条好烟，2箱好酒，外加2个最水灵的娘们儿。”8个马仔一听这话，顿时眼红，斩杀周围丧尸的速度马上提了一个档次。身后，程梅花举着煤气罐，拧开阀门，顿时一道炽热的火柱喷出，烧的前方10几只丧尸瞬间焦化，空气里顿时弥漫起焦肉的恶臭。他一脸担忧地看着王壮道：“壮壮，别逞强，要不你先回去吧，妈肯定能把那程序抓过来，到时候你怎么折磨他都行。”一听这话，王壮顿时面色阴狠：“没事妈，我要亲手抓住他，要是不能亲手抓住他，我一辈子都难解心头之恨。”见他表情坚决，程梅花没再说话，而是看向周围的人群，尖声吼道：“都给我跟上，别掉队，谁敢跑，老娘先一把火烧了他！都给我看好壮壮，要是壮壮有差池，你们就都得死！”王世杰跟在王壮身边，手腕上的文玩手串像活蛇一样不断涌动。突然，一只丧尸冲过他们的包围圈，冲到王世杰面前。只见他冷笑一声，手指微动，手串瞬间缠上那丧尸的脖子，随后狠狠一拽，硬生生把他脑袋扯了下来。他面色冰冷，声音中带着股狠劲：“都留着点力气，一会抓那小畜生。”他们周围这18个人，全是他们最忠心的马仔。此时他们红着眼，借着程梅花的煤气罐开路，硬生生在尸潮里凿出一条血肉通道。他们本以为尸潮是最好的掩护，却不知我的8架无人机早已牢牢锁定住了他们。他们行进的路线、队形，甚至每个人手里的武器，我都看得清清楚楚。李刚站在我身边，手里握着我最新生成的电磁步枪，枪管在火光下泛着冷光。他看着我低声问道：“要不要直接全轰了？6门轨道炮齐射，10分钟之内就能清理干净。”我摇了摇头，冷笑道：“不用，先陪他们玩玩，就凭他们这几个人还翻不起什么太大的风浪。”说完，我在键盘上敲下一段代码。下一秒，写字楼外围1000米范围内，所有隐形 AI 感应地雷同时进入待机状态。这些地雷是我在3天前布下的，一共200多枚，覆盖了他们所有可能接近的路线。很快，第一波地雷就触发了，一时间爆炸此起彼伏，火光像礼花一样冲天而起，将半条街全部照亮。走在左侧的4个马仔直接被炸飞，身体在空中碎成几块，残肢断臂混着血雨洒下来，落在尸潮里瞬间被撕咬吞噬。右侧2个马仔被冲击波掀飞，腿骨断裂，躺在地上惨叫，很快被涌上来的丧尸淹没。剩下的12人则是被爆炸震得七荤八素，耳朵嗡嗡作响，半天爬不起来。王壮被炸得滚进路边排水沟，拐杖也在爆炸中折断了，脸上蹭满了泥水和血。他挣扎着想爬起来，但试了几次都未能成功。他一脸怨恨地看向我所在的方位，嘴里骂着最难听的脏话：“你这杂种，我早晚要弄死你！等我抓了你，一定第一时间扒了你的皮，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程梅花艰难爬起身，将周围的丧尸正在向王壮走去，
瞬间双眼通红，抱起煤气罐就向着王壮跑去，一边跑还一边高喊：壮壮，离壮壮远点，我烧死你吗？火柱猛地喷出20米远，把一片丧尸烧成焦炭。他急忙跑过去抱起王壮，尖声吼道：程序，你有种给老娘滚出来！听到这话，我冷笑一声，用扩音程序让声音从四面八方的无人机喇叭里传出，冷声道：好啊，程梅花，我就在这。听到我的声音，程梅花面色瞬间气得涨红，恶狠狠道：好啊，小畜生，等我抓住你，一定马上扒了你的皮！我冷笑道：好啊，我等着你来扒我的皮。话音落下，没有给他们喘息的机会，直接运行起第2波代码。下一秒，楼顶上架着的8门重型轨道炮同时转动，将炮口对准了几人。轰！8道电磁炮弹撕裂夜空，带着尖啸落下。剧烈的爆炸所掀起的冲击波瞬间把剩下的8个马仔全部掀翻，其中5个当场没了气息，胸腔炸开，内脏洒了一地，另外3个也是重伤倒地。一时间惨叫声在尸潮吼声里显得格外刺耳。王壮的左肩被一块碎石划开一道深可见骨的口子，血瞬间染红了半边身子，他疼得满地打滚。模型手枪掉落在泥水里，沾满了污血。程梅花刚想冲上来救王壮，就被第2波炮击逼得连连后退，煤气罐差点脱手。情急之下，火柱乱喷，把自己人烧伤了一个。王世杰拽着他快速后退，声音里第一次带上了慌乱：撤，快撤！这小子有大杀器！听到他的话，我冷笑道：撤！我看你往哪儿撤！紧接着我又敲下一行代码，霎时间，一道半透明的能量墙凭空升起，像一个巨大的圆形牢笼，把他们3人围困起来，与外界彻底隔开，形成一个直径100米的圆形。尸潮被能量墙挡在外面，密密麻麻的黑影疯狂拍打、撕咬，却连一道划痕都留不下。空地中央只剩下程梅花、王世杰、王壮。我穿上轻量化外骨骼，握着等离子切割刀，从天台上跳下，稳稳落地，而后缓步走近，站在能量墙外。血红色的月光从云层缝隙里透下来，照亮我的脸，也照亮我眼底那片冰冷的杀意。程梅花第一个看清我的脸，眼睛瞪得几乎要裂开。程序，你这个小畜生！王世杰脸色铁青，手串已经缠满双臂，随时准备扑击。王壮看见我，眼中充满怨毒：小杂种，你害我断腿断臂，老子要崩了你，崩烂你的脑袋！他用仅剩的左手捡起模型枪，疯狂扣动扳机，砰砰砰砰砰砰，子弹全被能量墙弹开，落在地上叮当作响，有的甚至反弹回去，擦伤了他自己的脸。我一步步走近，声音平静的可怕：末世前，你们撬开我家门，霸占父母留下的赔偿金和房子，把我赶进没有了窗户的储物间，到公司撒泼闹事，害我丢了工作。末世来临那天，你们到数码城抢我的东西，你们抢掠、杀人、强奸，把多少人逼上绝路，想抓我当奴隶，我来了。程梅花恶狠狠地怒吼道：我们养你长大，给你饭吃，给你住，没有我们，你早饿死街头了！你这个白眼狼，畜生！我冷笑一声：我白眼狼？我父母生前那么救济你们家，结果呢？他们一出车祸，你们就来撬我家的门，霸占我家的房子，到底是谁白眼狼？一个马仔悄悄摸到我身后，举起长刀对着我后背就砍了下去。能量墙内的3人见此情景，顿时表情大喜，迫不及待的想要看我血溅当场。下一秒，一颗蓝色的能量子弹瞬间将那马仔的脑袋射中。我回头看向天台，李刚对我露出一个令人安心的微笑。我抬起手，2道能量绳凭空出现，直接缠住了剩余的2个重伤马仔，把他们吊在半空10米高。他们双腿乱蹬，脸瞬间胀紫，喉咙里发出咯咯的窒息声，双手拼命抓住，看着他们痛苦的。我心中没有丝毫怜悯，冷声道：你们这2个人渣，这段时间没少帮着他们掠夺、强奸，就这么杀死你们，算便宜你们了。不到1分钟，2人脖子咔嚓一声，彻底没了动静。程梅花看得眼睛发红，尖叫举起煤气罐对着我狂喷，但哪怕他把煤气罐阀门拧到最大，火焰却也只能被能量墙全部燃尽。我运行起一段代码，下一秒，煤气罐直接哑火。无论程梅花再怎么努力，就只是喷出几缕黑烟。他气得把煤气罐往地上一砸，罐体撞出巨响，却连火星都没冒出。我走进能量墙，王世杰瞅准机会，手上的手串猛地窜出，像2条黑蛇直扑我咽喉和心脏。我早有准备，外骨骼动力全开，一个侧身闪过，反手一刀等离子切割刀瞬间斩出，是2道蓝白色的刀光闪过，被齐根切断，断口处冒出焦糊味，像烧冻的肉鸡。王世杰惨叫一声，双手手腕血肉
血喷的老高，他踉跄后退，跪倒在地，捂着伤口呼叫。我的手，我的手！王壮趁机又对着我开了一枪。我抬手，一道小型立场墙挡在身前，子弹全嵌进墙内，像钉子钉进木。我上前一步，能量绳缠住他的左手，把他整个人像破布一样甩到程梅花脚去。他摔得骨头咔嚓响，左臂直接脱臼，嘴里不断哭喊：“妈，爸，救我，救我！”程梅花想扑上来挠我，却被我生成的个人囚笼一同挡住，只能隔着透明墙壁干瞪眼，指甲在墙上抓出刺耳的刮擦声。我没有急着杀他们，我要让他们尝尝被控制、被剥夺、被一点点碾碎的滋味，就像他们这些天对别人做的那样。我敲下一段代码，空地温度骤降到-40度，寒意像刀子一样钻进骨髓。三人瞬间被冻得瑟瑟发抖，嘴唇发紫，牙齿打颤，呼出的气瞬间成霜。程梅花抱着煤气罐想取满，却发现罐体结冰，阀门冻得根本拧不动。王世杰捂着断腕，血在寒冷中迅速凝固成冰碴，疼得他满地打滚。王壮的旧伤口结冰，又崩裂开来，血珠一滴滴砸在地上，瞬间冻成红冰。我看着他们，冷声开口：“末世第一天，你们把人扔出去喂丧尸的时候，可曾想过别人也会冷？”我让温度回升，却又敲下一段代码。三人脚下出现无数细小电流，像蚂蚁一样钻进皮肤，麻痒、刺痛、剧痛层层叠加。王世杰最先撑不住，疼得跪地惨叫，像杀猪一样。程梅花咬牙切齿，头发上结霜，声音嘶哑：“程旭，你这个畜生，你不得好死！老娘做鬼也不放过你！”王壮直接哭了，鼻涕眼泪混着血冻在脸上。疼，我好疼，我错了。我又敲代码，让电流停下，却又生成强烈的饥饿模拟场。三人胃里瞬间像被刀绞，饿了10天10夜那种空虚、酸痛、痉挛感袭来。程梅花第一个崩溃，跪在地上干呕，手抓着肚子嚎叫：“吃，给我吃的！求你给我点吃的！”王世杰脸色惨白，额头冷汗直流。程旭，我们错了，房子给你，都给你，求你给口饭。王壮直接瘫在地上，眼神涣散：“哥，我饿，我快死了。”我生成3份发霉面包扔在地上，程梅花第一时间扑上去，不断啃咬起来。王世杰和王壮也抢着吃，吃的满嘴都是绿毛。吃完后，我又敲了行代码，让他们胃里翻江倒海，像被灌了毒药，将吃下去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吐的胆汁都出来了。程梅花吐完，瘫在地上喘息，头发粘着呕吐物。我继续生成幻痛程序，让他们感觉骨头一根根被折断，皮肤一寸寸被剥开。王世杰第2次崩溃，磕头如捣蒜：“程旭，姑父错了，真的错了，放过我吧，我给你跪下了。”王壮直接尿了裤子，热尿在寒冷中冒烟，嘴里不断呢喃着：“我再也不敢了，我都听你的，你让我干什么都行。”程梅花眼神开始涣散，声音萎靡道：“程旭，姑姑养你这么大，看在亲情的份上。”一听到亲情2字，我瞬间暴怒，恶狠狠地说道：“亲情啊！你们抢我父母遗产时，可曾想过亲情？现在跟我讲亲情了，晚了。”天边泛起鱼肚白，尸潮的吼声渐渐低沉。三人此时已经不成人形，程梅花头发散乱，满脸污秽，嘴唇干裂出血，声音嘶哑的像破风箱：“程旭，姑姑错了，真的错了，放过我们，我们走，再也不找你麻烦。”王世杰跪在地上磕头，额头磕出血：“我把所有东西都给你，求你饶一命。”王壮直接瘫在地上，眼神空洞，喃喃道：“饶命，饶命！”我走到能量墙外，冷冷地看着他们，说道：“晚了。”我抬手，奈良墙瞬间消失。三人以为有了机会，拼了命地往外爬，而我却生成一道缓慢的推力场，把他们一点点推向尸潮的方向。三人顿时大惊，程梅花跪地磕头如捣蒜：“程旭，求你，姑姑真的错了，看在你爸妈份上。”王世杰哭喊道：“我给你下跪，给你磕头！”王壮直接昏死了过去。我没有说话，推力场最后一推，三人直接跌进尸潮，尖叫声、撕咬声、血肉分离的声音此起彼伏。几分钟后，地上只剩下3滩血迹、几块碎骨、一段焦黑的煤气罐阀门，以及那把塑料模型手枪。我站在原地，看着那片血迹被尸潮践踏、吞噬，胸口那团压了12天的火终于熄灭。我转身走回基地，此时天已大亮，晨光从血红云层里透出一丝灰白。李刚、张晓、林威他们守在门口，看我一个人回来，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让开了路。林威递给我一杯热水，轻声说：“结束了。”我点点头，声音沙哑：“结束了。”末世第15天，尸潮终于退去。天亮时，我站在写字楼天台上，望着远处城市轮廓，血红色的云层依旧压在天幕上，
但地面上的吼声消失了，只剩风卷过废墟的低啸。街道上堆满了残破的尸体、翻倒的车辆和碎裂的玻璃，空气里弥漫着腐臭，却也透出一丝死寂后的安静。基地里的人数已经扩张到了35人。尸潮来袭的夜晚，我们守住了。自动炮塔打光了最后一轮能量弹，能量护盾在黎明前闪烁了3次，几乎耗尽。我生成的应急发电机嗡嗡作响，勉强撑住了整栋楼的供电。小子，这次真悬，幸好你那炮塔够猛。我点点头，沉默不语。睡过觉了吗？没。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开了真正的会议。35个人围坐在餐厅长桌旁，桌上摆着我生成的热汤和面包，灯光是用太阳能板残存的电量撑起来的，昏黄却温暖。尸潮退了，但这不会是最后一次，我们得往外扩，不能一直窝在这栋楼里。医疗物资快见底了，得找药店或者医院。大家都需要一个能喘口气的地方。我沉默片刻，敲下一段代码。楼外空地上凭空出现了挖掘机、推土机、起重机和清障车，金属外壳在晨光下闪着冷光，引擎自动启动，低沉轰鸣，众人愣住，随即爆发出低呼。从今天开始，我们清理街道、修围墙，先把方人1公里圈起来。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像一台机器一样开始运转。我生成钢筋混凝土模块，像积木一样垒起高墙，并在墙体内部嵌入了能量护盾发生器和自动炮塔阵列。李刚带着巡逻队，每天清剿残余丧尸。张晓在地下室搭建简易医疗室，林威组织大家轮班做饭、打扫、照顾孩子。末世第20天，我们的缓冲区扩展到直径1公里，墙内清理出一片空地。我生成了第一批太阳能板阵列，阳光虽然被血红云层过滤，但仍能转化出足够电力。末世第25天，我编写了自动农场程序，土壤被翻松，种子凭空出现，灌溉系统自动运行，水从我生成的循环净化器里流出。当第一批绿芽破土那天，林威拉着我去看，他蹲在地上，指尖轻轻碰着嫩叶，眼眶发红道：我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绿色了。我没说话，只是生成了一束野花，递给他，他接过，笑了。末世第30天，安全区人口突破到了100人，消息传了出去。起初是零星几个幸存者，翻过废墟，远远看见我们的高墙和灯光，试探着靠近。我们制定了严格的入区规则，李刚负责安保审查，张晓负责体检，林威负责登记和安排住宿。我站在门口，看着新来的人，他们衣衫褴褛，眼神麻木，却在看见墙内绿地和热饭时，眼里亮起光。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对着我跪下磕头道：谢谢你们收留。我扶起她，缓缓说道：这里不贵人，进去吧。末世第45天，安全区直径扩展到2公里，我生成了医疗中心，里面有手术室、药房、病房。张晓带着几个学过护理的新人，忙得脚不沾地。我又生成了一所简易学校，几个有教师经验的幸存者自告奋勇，教孩子们识字、算术。操场上，孩子们的笑声第一次盖过了风声。我甚至生成了一间小电影院，当电影再一次反应时，全场哭成了泪人。林威靠在我肩上，小声道：谢谢你。我摇了摇头，说道：这是大家一起建的。末世第90天，人口突破到了500人，我们有了自己的货币，所有劳动都能赚钱，而钱可以用来兑换额外物资。巡逻队、医疗队、工程队、科研小组陆续成立。李刚训练出一支30人的武装小队，装备了我生成的电刺步枪。张晓带队研发简易疫苗，能有效缓解感染症状。我则在顶楼工作室继续研究异能上线。我发现硬件是关键，最初的顶配主机已经不够用了，于是我用代码直接打印了一台小型量子计算机集群。有了它，我的具现化规模上了新台阶。我编写了生态修复程序，在安全区中央生成了一片人工森林，参天大树、青草地、小湖泊，甚至鸟鸣和昆虫声。空气第一次变得清新，孩子们在林子里追蝴蝶。我又编写反感染立场，一个覆盖整个安全区的淡蓝色光幕，常驻运行，任何进入的丧尸感染因子会被迅速分解，他们不会再感染他人，只会缓慢腐烂。末世第6个月，远处偶尔还有小股尸潮来袭，但自动防御系统能在8分钟内清空5万规模的市区。炮塔齐射时，天空下下了一场蓝光雨。末世第1年，人口突破了1000。我站在新建的瞭望塔顶端，俯瞰整个区域，曾经的废墟变成了规整的街区，房屋是模块化预制，街道铺了沥青，路灯是太阳能的，农场金黄一片，森林郁郁葱葱。孩子们在操场上踢球，大人们在工厂里组装我生成的机械。林威走上来，靠在我肩上，轻声问：在想什么？我轻笑一声道：在想你。他笑了笑，手指穿过我的指缝。末世第2年，我们开始向外扩张。我生成重型工程车队，
清理通往郊区的公路，在50公里外建立第一个卫星城，人口分流过去。李刚派分队驻守，我用代码生成高铁线路，列车是我打印的，时速300公里，几个卫星城之间1小时就能来回。我修复了卫星电话网络，全球定位重新上线，幸存者们第一次能和远方亲人联系。虽然信号微弱，但足够传递希望。我甚至开始尝试修复天空那层血红云层。量子集群运行了3个月，模拟出了蓝天。当第一道阳光穿透云层洒下来时，全城沸腾了，人们冲到街上，仰头张开双臂，像迎接新生。末世第3年，人口达到了5000，我们有了自己的医院、大学、图书馆。科研小组开始逆向研究丧尸病毒，虽然进展缓慢，但已能生产稳定疫苗。这时林薇怀孕了，她摸着微微隆起的肚子，笑着问我是男孩还是女孩？我生成一台超声仪，假装检查道女孩，像你。她笑得眼睛弯弯的。末世第5年，全世界还活着的幸存者都听说了东方有一个创世神，他能用代码创造一切。无数人跋涉万里，穿越狮群、荒漠、海洋，来到我的领地。人口很快就突破了10万，城市灯火通明，高楼是我一层层打印出来的。地铁运行，学校铃声响起，市场人声鼎沸。我站在最高的那座塔顶，看着这一切。林薇和我并肩而立，我们已经结婚3年，女儿成年3岁，扎着小辫子，跑过来抱我腿，奶声奶气地喊道：“爸爸，变糖！”我笑着生成一颗草莓味棒棒糖给他，他咯咯笑着跑开去找小伙伴。林薇靠着我，轻声说：“你看，这才是生活。”我点头，喉咙有些发紧。末世第8年，人口突破了50万，我们已经连接了3个省的幸存者聚居地，高铁网络像蛛网一样辐射出去。天空的血红云层淡了70%，真正的蓝天偶尔会出现。科研小组终于破解了病毒核心，我用量子集群编写了全球范围的反感染程序，但覆盖全世界需要时间，也需要更多硬件。末世第10年，那天夜里，我独自在工作室，量子集群嗡嗡作响，我编写了最后一段代码，一段能逆转一切的代码。我按下回车，量子集群全力运转，灯光闪烁如星海。窗外天空的血红云层开始翻滚，然后像潮水一样退去。第一缕真正的阳光，10年后重新洒在大地，全球各地丧尸集体倒地，身体迅速腐化成尘，世界开始复苏。我站在塔顶，看着远方，女儿在林薇怀里醒来，揉着眼睛指着天空：“爸爸，天亮了。”我笑着抱过她：“是啊，亮了。”我靠写代码改变了世界，人们叫我创世神，但我更愿意被叫做程序。